很多人家里偶尔会出现一只壁虎，有的人见了害怕，觉得那是脏东西，赶紧要撵走。也有人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最近老是有壁虎进来？其实在古人眼中，壁虎不是普通的爬虫，它是一种有灵性的信使。当它悄悄爬进你家，很可能意味着宇宙在给你传递一个重要信息，你的命运可能要出现转机了。你看这世上万事万物，哪一样是无缘无故出现的？老祖宗早就讲，一草一木皆有灵性，一动一静皆有缘由。所以当壁虎出现时，我们不能光用眼睛看，要用心去体会。你家中的壁虎，它也许不是来打扰你的，而是来提醒你的，提醒你是时候该调整了，是时候该觉醒了。古人称壁虎为守宫，守是守护，宫是宅院，也是人心所居之地。守宫就是守护家庭平安的神灵之物。你看他昼伏夜出，喜欢待在安静之处，不争不抢，不显山不露水。这正符合君子处事不显其德而行其道的精神。老子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其实壁虎就像水一样，它顺势而行，随遇而安，无论爬到哪里都能融入环境。它不与人争，也不执着于形，它靠的是柔软，靠的是灵动，柔能克刚。这就是道家的智慧。佛家讲，诸法无常，一切皆变，唯有心能随境而转的人，才不会被境所困。你仔细看那只壁虎，它在墙上行走时，姿态轻盈，不惧高低，这就是一种随顺因缘的体现。它教我们，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要安然处之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顺境逆境，光明黑暗，我们都要学会平衡、安住、觉知。这也是壁虎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：安静中有力量，顺应中见智慧。我常说，人这一生最怕的不是风浪，而是心乱。你家里为什么会来壁虎？那是因为你的家能量场稳定，气息祥和，吸引了灵性生物来栖居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家长期争吵、阴沉、能量低迷，那些有灵性的动物它是不会靠近的。壁虎喜欢干净的气场，喜欢安宁的环境，它来的地方往往是气场上升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壁虎的到来是一个好运将近的征兆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不科学啊。我告诉你，科学也好，玄学也好，他们的终点其实是相通的。科学研究能量场，佛家研究气场，道家研究阴阳，这些只是不同的语言。我们看不见的气，正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。易经讲，吉凶毁令，生乎动者也。你看，一个家中出现壁虎，这动不是偶然，它往往预示着能量的流动正在改变，命运的风向也要随之而变，这就是转机的象征。你知道壁虎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它能断尾求生，危难时刻，它宁可舍弃一部分自己，也要保存性命。这就是佛家所讲的放下有舍才有得。壁虎断尾之后还能再生，那尾巴断去的痛苦其实就是成长的代价。我们人啊，最怕的就是舍不得，舍不得旧情旧物旧念旧习，结果被那些东西缠得动弹不得。壁虎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在执着，而在敢于断舍离。当一个人能够放下旧有的包袱，命运的转机自然就会出现。你看那些古人，范蠡筑越，王勾践灭吴后，功成身退，泛舟五湖，成就一生逍遥。张良得黄石公传书之后，辅佐刘邦成汉，又退隐不仕。
留得亲民千古。他们为什么能逢凶化吉？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：天下之理，盛极则衰，月满则亏。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退、该放、该断。这就是壁虎精神，断尾而生，舍弃而安。反观今天很多人死死抓着不放，抓钱、抓名、抓情、抓面子，最后抓得满手是伤。壁虎告诉你，舍弃不属于你的，才有空间迎来新的。它断尾之后不哭不闹，反而安然等待再生。这就是静中有动的最高境界。老子说，知止不殆。一个人若懂得在关键时刻止，那才是最大的动。止者智慧也，止得住欲望的人，天助之。壁虎之所以被古人视为灵物，就是因为它身上蕴藏着止、摄、静、顺、柔这5种能量，而这5种能量恰恰对应易经中的5行变化。所以我常劝人不要轻视任何小生灵，天地之大，皆有灵气。一只小壁虎，它不是来吓你的，而是来点醒你的。你若有慧眼，就能看出它在墙上爬的每一步，都像在对你说：别急，顺势而为，莫争莫执。那是宇宙在教你随顺因缘。你若有心，就会发现你家最近气氛变和谐，家人之间关系更温和，事业财运也开始慢慢转旺。这都是壁虎能量带来的感应。我告诉你，风水从来不是挂个八卦，摆个铜葫芦，它的根源在于心静。一个人心乱则气乱，心静则气静。家里乱是心乱的反应，壁虎来是气清的体现。你越平和，越善良，越慈悲，那些吉祥的能量就越愿意靠近你。反过来，你若常常抱怨、计较、焦虑、愤怒，那些灵性的生物，它自然会远离你。所以壁虎能来你家，是福气的象征，也是宇宙认可的标志。它提醒你，你做得对，保持善良、安静、平衡，那好运自然会来。我们讲啊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变化其实早有预兆，只是你有没有觉察到而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的人生要出现转折的时候，往往周围的小事也会跟着变。有的人突然梦到蛇，有的人梦见水流，有的人看到蝴蝶飞进屋，有的人遇见壁虎。这些看似偶然的现象，其实都是天机显现的一种方式。佛家讲缘起，道家讲天机，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，一切现象皆是心的投射。你心若改变，外在的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壁虎出现在家中，就是一种能量的回应，它是在告诉你，你的念头、你的气场、你的方向正在发生一种新的转变。它提醒你要顺着这个变化走，不要逆着走。你若逆天而行，就会痛苦；你若顺天而动，就会自在。那什么叫顺天而动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们讲天时，不是看天气，是看因缘。你该动的时候就动，该静的时候就静。老天爷最怕人乱动。你看壁虎多聪明，它不会盲目的乱跑，它等到时机成熟，一出手就稳、准、狠。它那种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的状态，正是我们人要学习的。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什么都想快，学佛也要速成，修行也要立竿见影，结果修着修着烦恼更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不静。你看壁虎，它守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，但其实它在修炼它的定，它的身体静止，但它的觉察非常敏锐，任何一点动静它都能感受到，
这就是定中有慧。佛家讲定慧等持，一个人若能做到定，他自然能生出智慧来。壁虎用他的身体在教我们修定的功夫，修定不是闭眼不动，而是让心安住在每一个当下。你心若不乱，外界的变化就不会影响你。你若能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修行的开始。你看那只壁虎，它能在天花板上行走不掉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吸附力。那种吸附力其实就是专注力，它的每一步都稳稳地贴着墙，毫不分神。我们人要是也能这样，做一件事就专心做，不东想西想，那你的人生早就不一样。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没能力，而是因为心散。壁虎在提醒你，做事要像它那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专注当下，不要急着飞，也不要羡慕别人。你该走的那堵墙，就踏实地走完它。你若能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也能倒挂乾坤。这就是壁虎之道，看似平凡，其实深藏大道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壁虎它喜欢住在温润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气最柔和，气太刚的地方它不带。你看它多聪明，它懂得阴阳平衡，太热不行，太冷也不行，它总能找到那个中庸之处。我们儒家讲中庸之道，其实这就是壁虎的生存智慧。一个人若太刚容易折，太柔容易散，刚柔并济，进退有度，那才叫智慧。壁虎在墙上行走时，身体是软的，动作是慢的，但它的爪子牢牢抓住，每一步都很稳。这就像我们做人，外柔内刚，心要柔，态度要柔，但信念要刚，原则要刚。你若太僵，命就硬；你若太软，命就弱。只有在柔中带刚，刚中有柔，命才会圆。壁虎就是这种圆融之道的象征。很多人一看到壁虎就喊打喊杀，其实这反而是错过了福气。古人讲有物来先看其意，一只壁虎的到来不是要扰你，而是要骑你。它提醒你，你的生活方式，你的思考模式，你的能量状态该调整了。有的人最近烦躁焦虑，睡不好觉；有的人家庭气氛紧张，夫妻常吵；有的人事业卡关，计划不顺。这时候壁虎一来，往往就是转机要现的前兆。他在告诉你，静下心来，别再乱动，事情就要转了。但关键是你能不能配合这个变化。如果你还在用旧的思维、旧的习惯、旧的情绪，那转机来了你也抓不住。就像天要下雨，你非要拿伞去遮阳；风要起浪，你非要逆着滑，那再好的时机也被你错过了。所以我说，壁虎出现不是来改变你的命，而是来提醒你的心。命运的转机其实早在你的心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。我们讲命运不是死板的宿命论，命是天给的，运是你走的，命是一张底牌，运是你出牌的方式。你打得好，命也能变好；你打得差，再好的命也能打烂。壁虎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宇宙在暗示你，你的运要转往哪里，那要看你的心。如果你最近变得平和、感恩、宽容，那这个转机就往好的方向走。如果你最近怨天尤人、抱怨连连，那转机就往坏的方向转。老天爷不偏心，他只是按照你的心念频率去回应你。壁虎不过是这个能量频率的信使。你看，那些真正修心的人，他们的家总是干净明亮，气场祥和，动物愿意靠近。那不是因为他们会风水，
而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光。有光的地方，黑暗自然退去。有爱的人，连小森林都感受到温暖。所以壁虎不怕你，它是被你吸引来的。它喜欢你的能量，喜欢你家里的气，它是在告诉你，你走在对的方向上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就问，那我该怎么回应这个信号呢？我说很简单，第一，不要害怕；第二，不要伤害；第三，去体悟。体悟什么？体悟它的来意。佛家讲，诸相非相，不要只看表象。你要问自己，我最近是不是太焦虑了？我是不是太执着了？我是不是该放慢脚步了？壁虎的到来，就是在提醒你，该慢下来静一静。宇宙在说话，你要学会听。听不是用耳朵，是用心。心静下来，你自然听得见。你若整天急着往外跑，往外争，往外抓，你听得见什么呢？所以我常说，有心的人处处有佛，无心的人处处烦恼。壁虎来是佛来，它的静，它的柔，它的隐忍，就是在示现一种顺天而动、应物无碍的智慧。各位啊，壁虎虽然小，但它是大自然最忠实的提醒者。我们人往往看得太远，却忽略了身边的征兆。其实天机往往就藏在生活的小细节里。你看，壁虎不会吵闹，也不炫耀，它只是静静地在墙上走着。它既不嫉妒蝴蝶的美，也不羡慕老鹰的高，它只做它自己。这个做自己的状态，其实就是修行的核心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太多的人被外界牵着走，被名利拉着跑，结果越跑越累，越跑越迷。壁虎在提醒我们，外面没有答案，答案在你的心里。你若安，天地安；你若乱，万物乱。你若能让心定下来，不被外境所扰，那你自然能听见宇宙的指引。老子说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无以观复。意思是说，当你的心空到极点，静到极致，你就能看到万物的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壁虎之所以能在危机中重生，正是因为它静中有守，它舍得放下，它不与人争。这些品质正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低谷时最该学习的。我们讲无常，其实不是悲观，而是提醒。壁虎告诉我们，生命中的每一次脱落都是一次更新。断尾是痛苦的，但没有那一次痛苦，就没有后来的再生。人生的每一场失去，都是在为下一次成长做准备。你若懂得这层道理，就不会在失去时怨天尤人。你会感谢那次断尾，因为它让你轻了、柔了，也更自由了。人要学会像壁虎一样，遇到困难不要逃，而是要顺势而为。佛家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随缘是接受一切变化，不变是坚守内心的正道。壁虎能适应各种环境，却从不失去自己的本性。我们做人也要这样，无论处在哪个环境，都要守住善念，守住初心。因为善是最大的风水，心是最好的护身符。你心若正，天地都帮你；你心若偏，财神也离你而去。壁虎来你家，就是来提醒你该振作了。有人问我，老师，那壁虎到底象征什么？它带来的好运具体在哪？我告诉你，这好运不一定是中彩票、升官发财，真正的好运是你心的转变。当你的心境改变了，你看问题的角度也变了，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同了。那种从焦虑到安定，从执着到放下，从计较到感恩的变化，就是命运真正的转机。
壁虎只是在这个时刻出现，告诉你，对了，你在进步，所以你不要去赶走它，更不要害怕它，你要感谢它，它是宇宙派来的信使，是你的心灵镜子，它在告诉你，你的能量场开始变得干净、祥和、稳定，这是好运的开始。从修行的角度看，壁虎象征放下、觉察、更新、安静、等待，这5个字正好对应5个修行阶段。第一是放下，放下旧我才能迎来新生。第二是觉察，觉察自己的心念才能调整方向。第三是更新，不断修正，不断成长。第四是安静，心静才能听见宇宙的声音。第5是等待，天时未到，心急无用。你看壁虎不争不急不躁，它等风来，等夜深，等温度合适，它才行动。这种时机感正是我们修行的关键。易经讲君子以做事谋始，谋始就是要察时而动。壁虎的出现就是天时在提醒你，机会要来了，但要稳，要静，要等到风向对的时候再起步。你若太急反而坏了事，你若太慢也会错过机缘，这个度就叫中道。能掌握中道的人，他的运势自然越来越顺。我们说风水好不好，不在屋在人。壁虎不看房价，不看装潢，它只感应能量，哪里气场稳定祥和，它就去哪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的气场决定家的气场。家里常常吵架怨气重的地方，壁虎不会来。它来你家是因为你家气场变好了，那是你修来的福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一个心怀善意的人，一个尊重自然、不杀生、不抱怨的人，他的福报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他跟宇宙的能量是相合的。你看那些心地善良的人，他们虽然不一定富贵，但总有贵人相助。那些心态平和的人，虽然不一定风光，但一生平安顺遂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能量频率与天地和谐。壁虎能听见这种频率，他就来报喜。你若看到壁虎来了，就对他微笑，心中默念一句：欢迎你，谢谢你的提醒。那股感恩的心会让你和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更顺畅。很多人问我，老师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我说有。你笑的时候，宇宙就在回应你，你善待一个生命，天地就在暗中护佑你。这就是善念感应天性。我们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地方，就在于它教人顺顺天命，顺人情，顺自然。壁虎就是顺的代表，它不逆势，它不抵抗，它只是顺着墙，顺着风，顺着气流而行。它用最柔的身躯走出了最稳的路。我们人往往太刚太急，非要掌控一切，结果越掌控越失控。你若能学壁虎那样顺势而动，命运自然顺畅。孔子说：天和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不说话，但它一直在运作壁虎的出现，就是天在说话，只是你听不懂罢了。听得懂的人，他的命会越走越顺；听不懂的人，就在原地打转。你想想看，一只壁虎都能如此顺应天地，你一个人难道不该学学它吗？我再告诉你一层更深的意思。壁虎不仅是风水的象征，更是修心的比喻。它的身体小，却能贴在高墙上；它行动慢，却能安然无恙；它断尾求生，却又能再生如初。这不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生命的智慧吗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飞得多高，而在于你能不能在困境中依然柔软，依然平静，依然有希望。壁虎断尾之后，不怨天，不抱怨，不后悔，它只是静静地等待新尾巴的长成。这就是修心的功夫。
你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们遇事不慌、不吵、不争，他们不需要解释，因为他们知道真理不用解释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壁虎不会说话，但他用他的行为在讲道。你若用心观察，他其实是在帮你上课。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壁虎来不是让你去拜他，而是要你反观自己。他出现在你的家，是因为你和他有缘，缘有善有恶，结果取决于你的反应。你若生气排斥，那就是恶缘；你若感恩领悟，那就是善缘。善缘一开，天地都会帮你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我最近运气不好怎么办？我说，先修心，你心好了，运自然好。你看壁虎来，你若心平气和，那股平和的能量就扩散到整个家。你若害怕厌恶，那股负能量也会扩大。宇宙是中性的，它只是反映你，你播什么种就收什么果，这就是因果。壁虎不过是让你看清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你看到它的那一刻，其实是在看到自己的心。那一瞬间你的反应，就是你修行的程度。我常说，一个人的命运不在别人嘴里，也不在风水师手上，它就在你的心念里。心念一转，天地皆动，壁虎来，就是提醒你该转念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不要纠缠，该放的放，该舍的舍。你若能做到断尾求生，人生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记住，天不会无缘无故派一只壁虎来吓你，它是来点醒你的。它在告诉你，风向要变了，命要转了，心要清了。你若听懂了，那你的人生就会迎来一个新的阶段。讲到这里，我要做一个总结。壁虎的出现看似偶然，实则天意。它象征着变化、觉醒、放下、顺应、再生。它的来访是宇宙在与你沟通的一种方式。它在告诉你，天地之间没有孤立的存在，你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引来相应的感应。你若平静、善良、感恩，壁虎带来的就是福气。你若烦躁、怨恨、恐惧，它带来的就是警醒。所有的征兆都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成长。你若能从壁虎身上学到断尾的勇气、隐忍的智慧、等待的耐心、平静的心境、顺天的态度，那你的命运就会从此不同。到那时候你就会明白，原来天地从未亏待任何人，他早就安排好了所有的信号，只等你去看懂。所以啊，当你下次再看到一只壁虎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躲避，微笑地对他说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这一刻你就与天地同频，与道同行。那一份安静的觉知，就是你命运真正的转机。正所谓天助自助者，道贤觉悟人。你若能懂这个理，你就会发现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老天在渡你。渡你的不是壁虎，是你的心。你若心开，万物皆通；你若心闭，神仙也帮不了你。修行不在庙里，在心里；转机不在外头，在觉中。壁虎只是那一声温柔的提示，提醒你该醒了，该顺了，该放了。只要你愿意放下，那一刻就是你命运更新的开始。我们常常说命由天定，其实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天给你命，但你能不能活出命中的光彩，那要看你的心。古人讲，命有定数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才是真理。很多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总喜欢抱怨老天不公，却从来没想过，老天只是一面镜子，
你是什么样的心，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壁虎之所以能在黑暗的角落里生活得安然自在，是因为它心中没有恐惧，它不和环境对抗，而是顺着环境去调整自己。人也一样，你若想改变命运，首先就要学会顺，不是盲目的顺从，而是顺势顺理顺心。你心若顺了，一切都会顺。我们讲修行，不是要你去逃避世界，而是要你在世界中修。修什么？修心。心乱，一切乱；心静，一切静。佛家讲心静则国土静。同样的家，同样的环境，不同的人住进去，气场就完全不一样。有的人心地善良，壁虎就愿意来；有的人充满戾气，壁虎绝不靠近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能量的共鸣。所以当壁虎来到你家，你要明白，这是你修来的福报，是你心境转变的证明。很多人总在问，老师啊，我什么时候能转运？我告诉你，转运不是等来的，是修来的。你每天怨天尤人，负能量满身，那好运怎么敢靠近你？反过来，你若每天心怀感恩，待人和善，遇事不急不躁，那福气自然会找上门来。壁虎就是这样一个信号灯，它在告诉你，你做对了，继续保持好，日子就在前头。易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个余庆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壁虎的到来就是余庆开始显现的征兆。它不会说话，但它用它的存在在告诉你，你的善念，你的修行，你的改变，天地都看见了。现在是时候收获了。最后我要告诉各位，不管你信不信这些说法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当你用善意去看待世界，世界就会用善意回应你。壁虎也好，其他动物也罢，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使者。你若尊重它们，善待它们，那古善的能量就会回流到你身上，这就是天道。所以下次再遇到壁虎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厌恶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我最近是不是该调整一下自己了？我是不是该放下一些执念了？我是不是该更平和一些了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从当下开始改变。因为真正的转机不在壁虎身上，而在你的心上。天机已现，善缘已至，命运的转折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壁虎来访，是天在助你。你若懂得珍惜这份提醒，顺势调整自己的心境和行为，那么好运自然如期而至。反之，若你视而不见，依然故我，那再多的提示也是枉然。记住，万物有灵，天地有眼，因果不虚，善恶有报。壁虎虽小，却是宇宙派来的信使，它的出现是在告诉你，你的命运要转向了。